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文，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频道。这期我们先来认识 K 线图，了解锤头线这个实用 K 线形态，希望能够帮助各位。高目前主要跟进 PyNetwork， 分享传递思维观点，以后也会分享趣人趣事、知识故事、探索未知、实用资源的内容。大家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点亮小铃铛，打开提醒，支持下高文。先传递一则消息。PyNetwork 活跃用户数量突破2300万，24天增加200万。除去这条消息，相信大家都在等待 PyNetwork 的生态建设，而这段时间内再去多谈一些空话显得没有太大的意义，等待不久的事实即可。所以在这里开始扩充其他板块，增加大家手中可用的技能武器。派币作为一种数字货币，将来短期内是离不开二级市场的。趁着这段时间，我们来简单认识下 K 线图，一些实用的交易指标、K 线形态、交易方法。先来简单认识 K 线图。据传 ，K 线图最初来源于日本江户时代，是由当时的百米商人本间宗久所发明，用来记录每日的米市行情。沿袭期货市场，也被称为蜡烛图。K 线可分为阳线、阴线和中立线。阳线代表收盘价大于开盘价，阴线代表开盘价大于收盘价，中立线则代表开盘价等于收盘价。这里注意一下，阳线和阴线的颜色并没有什么固定的，只不过是习惯使然。在股市中，中日韩等地习惯以红色表示阳线，而欧美习惯则会反过来。不过一般来说，在加密货币市场，默认以绿色表示阳线，自己可按照自己的习惯更改设置。每一条 K 线都是由实体和影线两部分组成，实体比较粗，影线则依附于实体的上下两端。其中实体部分记录当天的开盘价和收盘价，影线部分则记录当天的最高价和最低价。影线又分为上影线和下影线两种。阳线的上影线表示最高价和收盘价的差距，下影线表示最低价和开盘价的差距。阴线的上影线则表示最高价和开盘价的差距，下影线表示最低价和收盘价的差距。K 线的长短取决于价差，若开盘价和收盘价的差距越大，则实体部分就会越长。所以开盘价等于收盘价的中立线的形状必定类似于10这样的文字。影线部分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价差越大，影线就越长，没有价差就没有影线。而根据选择的周期， K 线又会显示出不同的细节来。如果你酷爱波段，选择15分、30分比较合适；如果更青睐中长线，那日 K、周 K 则更合适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期我们要谈的重点：抄底形态、锤形图。刚才我们简单了解了 K 线的形成过程，再来看锤形图这个形态就好理解了。在交易当中，锤形图形态是一个较为常见的 K 线图形态，通常被视为是潜在的趋势反转信号。需要重点注意的是，锤形图除了提供可以直接从 K 线图当中获取的信息之外，还暗藏着其他一些潜在的信息。在现有的趋势框架下，价格走势以及锤形图所在的位置都是验证这一形态的关键因素。锤形图形态出现在下降趋势的底部，通常暗示后市有可能出现看涨的反转。最常见的锤形图形态是具有看涨信号的锤子线，通常表现为上方是一个小实体，实体下面是一根长长的下影线。这一形态发生在下降行情中，价格已经跌至新低，但随后买盘力量推动价格不断收高，暗示价格或许已经见底，后市可能出现看涨的反转。
形状看起来很像是一把锤头而得名，所以也叫做锤头线。其英文的名字也叫 hammer。锤头实体越小，下影线越长，止跌的作用越明显。市场下跌时间越长，幅度越大，锤头线见底信号越明确。注意一点，锤头线实体部分可以是阳线，也可以是阴线。不过阳线锤头的力度要大于阴线锤头。如果在下跌行情中见到锤头线，激进型的交易者可以试探性的做多，稳健型的就会在锤头线出现后再观察一下，如果放量上涨就可以跟着做多。一般来说，下影线是实体的2倍以上，这个形态下的点位反转的概率就越大。下影线和实体的差距越悬殊，参考价值也就越高。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，在加密货币市场中是有做空市场存在的。做空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交易所借币卖出，在将来更低的价位买入，归还交易所的这样一个过程，赚取这其中的差价。那么在出现锤头线的这段时间中，市场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参与交易的人到底想了些什么？当市场开始不断下行的时候，做空的人肯定是最高兴的。随着价位不断下跌，甚至创出新低，而这个下跌过程中不断的会有新加入了做空的人。但是市场是买卖双方的事，是一个供需关系。当下影线很长的时候，后加入做空的人不少被套牢，甚至亏损过大，开始陆续止损。而价位的下跌肯定也会迎来一群做多的人，毕竟价格到低位了，这很正常。而长长的下影线的情况下，多头进场，空头割肉，抛盘逐渐消失，只剩下买盘，那么自然就会出现市场的反转。另一种交易员们关注的锤形图形态是倒锤形图，这一形态如同把看涨的锤形图形态上下颠倒过来。与看涨的锤形线形态一样，倒锤形线蜡烛图形态同样也提供了潜在的看涨逆转信号。这一形态通常表现为下方是一个小实体，小实体上方是一根长长的上影线，下影线很短，甚至是几乎没有，因形似一个颠倒的锤子而得名。当这一形态出现在下降趋势的底部时，价格处于低位水平，随后多头力量推动价格上涨，接着价格受推动回落向开盘水平，但最终收高，然后这通常被视为是潜在的看涨信号。如果买方力量持续发力，随后价格可能会被推向更高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并不是单纯的以这一形态去看市场就可以做到稳妥了。如果只是生搬硬套，自然没有好的结果。正如刚才提到的，还要结合市场下行时间、市场趋势、整体的价格支撑等等。重点是了解参与市场交易的是人，有人参与就要有心理博弈。我们熟练掌握指标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分析 K 线反映出来的市场情绪和交易者的心理，以及形成良好的思维能力。尤其是经常有人会跟着其他人做单，说实话，碰到突发行情，基本上是跟不上人家的操作的，也就是一些付费的还好一些，有提示，但是即便如此，你也不能保证自己能够及时看到这些提示，所以还是自己多了解一些，学会分析，然后自己根据自己的时间和策略来进行交易比较好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要分享的实用 K 线形态。接下来将会继续分享实用的交易指标形态及方法。还没订阅的，赶快来一波3连吧！欢迎关注公众号混沌界，获取个人最新内容以及实用软件资源。
至于群组，短期还是会以 Telegram 为主。如果你想了解交易市场，个人推荐币安交易所，注册链接放在说明区和评论区。我是高恩，下期再会吧，拜拜。